不认这个孩子。若不是你闹到阿芷面前，我又怎会错失了他？与你在一起不过是逢场作戏。你一个风月出身的女子，就算披上侯府千金的名头，也配要名分。既然你已经成亲了，那你妹妹与永安侯世子的亲事便照旧吧。不必与谢云礼分开，也不用被塞一段莫名其妙的姻缘，正合我意。我的夫君竟是他那位未婚夫。我夫君已死，不过公主妹妹觅得良人。怎么会如此？他是哪里人？家里可还有父母双亲？家中无人了，是个孤儿，曾救过我，后来朝廷征兵，2个月前便去了，只是命运弄人。既如此，那就安心住下吧，日后也可再寻个良人。姐姐，我本打算等你回来后，主动把这门亲事还给你的，因为我本就占了你的便宜，世子原就是你的夫君。我知道，在知道身世之后，不该再贪心的站着，可得知你觅得良缘，我也由衷为你高兴。不哭了，你前日得了风寒，刚好不能伤了眼。你早些回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我给主家办事，能不能早回来，全看主家有没有事。可他昨日没有回来，今日之前，他还叫谢运礼，只是一个给贵人家养马的小厮，而我，只是一个父母双亡，被亲戚卖进花楼，又不堪受辱，差点触柱而亡的孤女。不在乎你清白一回，愿意照顾你。那时是谢运礼救了我，他借了好多银子给我赎身，我满心将他当成救赎，在家里给他操持家务，卖些绣品鸡蛋养家度日。日子虽苦，可苦中作乐，倒也觉得有盼头。侯夫人认回我，是因为她身边的嬷嬷发现了一件事：崔芷身上没有那块蝴蝶印记，这印记是崔家女儿世代相传的标记。女子到了18岁，左肩上会慢慢浮出一只蝴蝶状的胎记，而男子则会出现月牙状的印记。前些时日是崔芷的18岁生辰，给她沐浴的丫鬟无意间瞥了一眼她的左肩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丫鬟当场吓得脸色发白，连夜报给了夫人。夫人心里起了疑，暗中找到了当年为她接生的稳婆，说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人饶命，是老身一时糊涂，收了别人的银子。原来稳婆自家穷得揭不开锅，看着刚出生的崔家千金锦衣玉食，心生嫉妒。她一咬牙，把自己刚出生的孙女抱过来，和我调换了。而我这个真正的侯府千金，被她用50文钱随手卖给了一户穷苦人家做童养媳。来接我的嬷嬷没细查我之前的事，只看到我独自租了一间小院，日子虽清贫，倒也不曾再受苦。我不会在意阿芷的身世如何，她那时还小，稳婆做的坏事与她无关，从头到尾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。我没有怪阿芷，她养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对我对侯爷尽心尽力，不是亲生的，却比亲生的还亲。所以我们商量好了，对外就说当年怀的是双胎，被歹人偷走了一个。锦宁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你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干你？为什么耍我？对劲！娶我！崔芷知道真相之后，与谢怀义恩断义绝。当天夜里，他把自己锁在房里，割了腕，血流了满地。等人发现的时候，早就凉透了。府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怪我，人人都说是我逼死了他。崔芷虽是假千金，可待人接物处处亲善温和，不像你，
来的蛮横，活的狰狞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比得上他。我如愿嫁给了谢怀义，可成亲那晚，他连洞房的门都没踏进来。我哭坐在床上，等了半宿，肚子就翻江倒山的疼了起来，孩子没保住。胎本不稳，郁结于心，没能留住。孩子没了，谢怀义恨我恨到了骨头里。3年里，他从不在我房中留宿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，连他一个正眼都换不来。若不是你闹到阿芷面前，我又怎会错失了他？跟你在一起不过是逢场作戏。你一个风月场出身的女子，就算披上侯府千金这张皮，也配要名分。世子，到底是我占了姐姐的便宜。他虽然在外头没受什么大罪，可若是从小养在侯府，那也是金尊玉贵、千娇百宠的，未必不能比我更好。你帮我多补偿补偿姐姐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把前些日子寻到的暖玉给她一块。只是一块暖玉吗？够了够了，你身子骨弱，那暖玉是世子特意寻来给你暖身子的，千金难买。我这儿有块墨玉，回头也给锦宁吧。要是能寻到世间少有的暖玉，磨成片给我带着，也能叫我好过一些。那东西名贵无比，我可配不上，别费那心思了。你在我眼里什么都配得上。原来他早就寻到了暖玉，不过不是给我寻的，是给他的。谢夫人，都这般大了，也是养不熟了。算了，尽力就行。横竖，咱们还有阿芷。心里像破了一个洞，冷风呼呼的往里灌。抱歉，姐姐，你不喜欢吃鱼吗？那我叫人把鱼撤下去。他不吃鱼，难道要所有人都陪着一起不吃鱼吗？阿芷，你喜欢吃鱼？锦宁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可以跟厨房说的。我都喜欢。为何会吐？吃不惯，以前吃的都是清粥小菜，没碰过这些，太油腻了，所以……你要是不舒服，就尽早去看。我认识一个大夫。不用了。陆锦宁，我知道我们瞒着你跟你在一起是我的不是，可你只是个花楼出身的，我如何娶你？男子有哪个不是逢场作戏的？况且我自问待你很好，阿芷是我想娶的妻子，我不在乎她的出身。世子说的我都知道了，既如此，那世子给我的赎身银子我也不必还了。给你的就是你的了，但我希望不是你的，你不要煽动心思。世子，你怎么这里？我看到你姐姐吐了，就随口问了句，不过是我多嘴了。姐姐，你不舒服吗？难道你……没有，我夫君死得早，他是天生的绝嗣命。天生的绝嗣命。锦宁，是我不好，没有先问过你的口味就上了那条鱼。往后你要是吃不惯，可以自己在小厨房做，不必勉强。你身边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说。夫人，我身边没有银子，能否……来人，拿银票来。这是100两，你先用着，不够再来问我要。谢夫人。
夫人，我想去青云寺给我夫君立一盏长明灯，估计要小住几日，几天10天。对了，你以前住的那个小院近日起了场大火，烧了就烧了吧。也是，人都不在了，往后我再给你询问好亲事。谢怀义居然一把火烧了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院子。去哪里？身为我的妹夫，世子管得有点多了。我是不想阿芷替你担心，你刚回来就乱跑，他知道了又要操心。我还能去哪里？租的小院不是已经被你烧掉了吗？烧了就烧了，左右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城南的灌汤包。这是我娘给我裁的披风，好看吗？外面一圈是白狐毛，上面还镶嵌了金线，可贵了，要200两呢。我说不要，他非要给。我的阿芷配得上最好的。我没有去青云寺。师傅，掉头去临镇。好嘞，姑娘。坐下。100两的银票，给了大夫诊金药钱，又买了些补品，剩下的大半我全换成了吃食和药材。前世拼了命都留不住的孩子，这一世我从踏进侯府那天起，就没打算留。是我与这孩子没缘分。细想起来，我和谢玉礼不过是某个月夜，对着天上那轮冷月亮拜了天地。没有花轿，没有宾客，没有婚书，连个证婚人都没有。有谁知道我们成过亲呢？没事吧？有没有撞到你？咦，这不是姐姐吗？他不是说去青云寺给他夫君点长灵灯去了吗？怎么在这里？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给夫君供完长明灯，想起他以前说过老家在这边，便顺道来看看。那正好，世子带我过来吃好吃的。前面祥云楼有道招牌烤鸭，最好吃了，还得提前好几天预定呢。姐姐一起来吧。这鸭架不留在这里吗？客官，咱家的烤鸭只吃皮，鸭架是不能吃的，只能丢了。姐姐，这个烤鸭只吃皮，鸭架嘛，他们拿去喂狗。这是主子赏的，这东西虽然没什么肉，但熬汤最香。这样咱们的日子能喝上一碗鸭架汤，就是天大的福气。真好喝，以后发达了，天天给你买整只的烤鸭，让你只吃皮。不用不用，鸭架就很好，多实惠。原来在他眼里，从1K 开始，我就只配吃鸭架。多认识几个人总是好的。芷儿说的对，你也该多出去走走。咦，这不是之前在桥头卖豆腐的那个豆腐女吗？她怎么在这里？听说是侯府从小被抱走的那个，外面养大的，想来是养废了吧？瞧瞧这上不了台面的样子，缩在角落里跟个鹌鹑似的，到底曾经是小门小户出来的。你们不要这样说我的姐姐，全是我的错，若不是我……
侯府二小姐姓沙的。陆锦宁，你非要出来让阿芷难堪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说错什么了吗？你明知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还故意出来装可怜，让阿芷心里过意不去。你这是逼她时时刻刻记着，她不过是个平民出身的女儿。还有，你在酒楼问的那句压价是怎么回事？故意气阿芷是不是？他回去以后，哭着跟我说，以后再也不想吃烤鸭了，说是害你出了糗，他心里过意不去。陆锦宁，你倒是说说，不过是一顿饭的事，你非要问那一句，安的什么心？安的什么心？从头到尾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却什么都是错。放肆！你世子，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？最不安好心的人不是你吗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害你出了丑。好了，一家子哪有什么仇？何况锦宁不会怪你的，他之前卖过豆腐，那也是事实。只是，锦宁，以后你不要去参加宴会了。好。阿芷，你姐姐都不生你的气了，你赶紧吃饭，别饿坏了自己。姐姐，真的吗？你真的不怪我吗？从头到尾，我都没有怪过你。我甚至没有说一句话。他们嘲笑的是我，说的也是我。我这个被说的人都没觉得难过，你为什么要那么难过？而且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，哭着跑开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他们又是怎么说我的？锦宁，他们难道没有说错吗？我不是有意的。不是有意的，可那些话，分明就是他心里真正的想法。我先下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锦宁，你非要闹得全家不宁吗？阿芷到底亏欠你什么了？你就这么容不下她？容不下他，从头到尾我连一句话都没说过。你不用搬出去，我搬出去。不准！我要是不搬出去，二妹妹怕是要搬出去了。与其让她搬，不如让我搬。你在逼夫人他们二选一？陆锦宁，你好恶毒！我什么都没做，就是恶毒。我甚至连争都没争过，就是恶毒。母亲何必与他多言？算了，既然如此，你先搬出去吧，等阿芷出嫁了再回来。去了青云寺，你好生待着，过几日我便接你回来。做爹，他不是个好爹，但给钱确实大方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想抢爹娘，等我出嫁了，我会把爹娘还给你的。不用了。世子，姐姐是不是还在怪我？锦宁，给阿芷道歉。我若不呢？他这般脾气，侯爷和夫人不会喜欢他的。别哭了，我带你去吃你最爱的那家苏老。青云寺是我自己选的，来之前我便打听过，后山住着一位清修的国公夫人，喜静，不系人打扰，常年住在寺中，极少下山。我选这里本就是想躲个清静，顺便碰碰运气。你是谁家的姑娘？从小流落在外的靖南侯嫡女。唉，可怜的孩子。有劳了，我只做我该做的事，抄经、吃饭、睡觉，日复一日。伤口虽深，但没伤到要害，好好养着，命能保住。要不是国公夫人死，他的儿子蒋玉怕是还会咬着他不放。正好料理丧事的时间，给了他反扑的机会。来人，好生照料。
母亲，我想认她做义妹。只是碰巧在场，换了谁都会那么做。我一见你就觉得投缘，这哪是碰巧，这是缘分。认亲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小公爷，我曾是花楼里的花魁，是他赎了我。你不是靖南侯府的嫡女吗？蒋玉清。你想报复谢怀义？是，我不想说假话。我想看他不痛快，想看他跌进泥里爬不起来的样子。伪君子。答应你了。先是户部的差事被人揪出了纰漏，接着是手下的人出了差错，然后是三皇子那边递来的密信被人截了。他的差事被一撸再撸，往日里巴结奉承的人开始绕着走。我听说他被皇上奚落了好几次。谢怀义今天又被骂了，三皇子那边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了。下一步怎么叫他更不痛快？锦宁啊，今儿个我给你相看几个好人家。夫人，我这经历不会有人愿意娶我的。有眼无珠之人自然不识明珠，能看清你本质的人才会珍惜你。锦宁，你又怎知这世上没有那个等你的人呢？多谢夫人，锦宁愿意一试。家中无人了，父母皆已过世，未曾娶妻，孑然一身。如今正在备考，若他日侥幸中了功名，定会给陆小姐正一纸诰命回来。这是个不错的开端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在青云寺吗？还和蒋玉在一起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是去青云寺小住，不是当尼姑。我为什么不能下山？那你怎么不回府？你这些日子住在哪里？谢世子，你管那么宽做什么？你是景宁的谁？跟我回去！你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可以不要脸到和两个男子一起吃饭？不可对陆小姐无礼。你在这里相看？他知道你曾经是花楼女子吗？知道你曾经不要脸的给我暖过床吗？我听说陆小姐幼时被歹人抱走，辗转流离，吃了不少苦，她已经过得够苦了。为什么你还能拿这些苦难继续来伤害她？世子，你怎么知道姐姐曾经是花楼女子？你们居然……陆锦宁，要是阿芷出了什么事，我绝不会饶你。姓谢的，你他娘的自说自话的本事倒是越来越厉害了。从头到尾锦宁说过半句话，全是你在那儿放屁喷血，自己嘴贱露了馅儿，还把屎盆子往他头上扣。你要不要脸？你是不是个男人？孬种都不如你，狗都比你讲理。哎呀！对不住，这位公子，我真没瞧见，你怎么把手放在那种地方呢？夫人知道陆锦宁住在国公府，差人传话叫他回去。我不想回去。走，我给你撑腰，怕什么？哼，你要是今儿这腰撑不起来，就不是我儿子。你怎么可以抢你妹妹的未婚婚夫？何来抢？是谢怀义自己替我赎的身，又演了一场戏来骗我。从头到尾，我都不知他就是永安侯世子。那你为何不早说？还不是你们瞎，拿别人家的女儿当宝，自己亲生的当草。你们怎么不问谢怀义不早说呢？还不是看人家不好惹，自己女儿好搓磨。锦宁，你要是说了，我会给你撑腰的。那夫人现在知道了，打算怎么给我撑腰呢？锦宁，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开眼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厌恶自己亲生的。回头我要去和皇上好好说道，让皇上也开眼。蒋玉，怎么哪里都有你的事？还真是巧了，你们侯府不要的女儿，我娘要了，
锦宁现在可是我的义妹，怎么了？不服气？我给我义妹撑腰，名正言顺。谢回燕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欺负我妹妹？锦宁，我什么时候不要你了？不好意思，侯爷，是我不要你们了。就因为我们没把阿芷送走吗？你就这般怨恨我们？不是，是我从来未对你们抱过希望，也从未将你们父母当过父母。求你们看在我是亲生的份上，听我说一句话。当初是你自己非要嫁的，如今闹成这样，怪得了谁？自作自受，以后别再找我们了。我们没有你这个女儿，我们的女儿只有阿芷，她被你害死了。你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我之前不知道你受的那些苦，我以为你只是日子过得清贫了些。他以为他只是不愿意去查罢了，其实我过的那些日子哪一件不好查？他但凡派个人去问一问、访一访，便能知道他的亲生女儿被卖过、被打过、被洪水冲过、被卖进花楼当过花魁。可他不肯，他怕我真的过得不好，怕自己会愧疚，怕愧疚了就会对崔芷不好。崔芷毕竟是他亲手带大的，10几年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摔了。他不想让崔芷受到任何伤害，所以宁愿不去查，宁愿把我当成一个只是日子过得清贫了些的女儿，这样他就能心安理得地继续疼爱崔芷，继续把我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。世子，你早就知道锦宁过的什么日子，为何不告诉我们？你与阿芷的亲事。世子，你到底是爱我，还是爱姐姐？不爱你，从头到尾，我只爱你一个。求娘和爹成全，我愿意嫁给世子。绝配，锁死，可千万别去祸害别人了。谢怀义，你我虽然是对月拜过堂，没有婚书，没有宾客，没有见证，但我这人有始有终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休夫，你我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就这么便宜他们了？就这么便宜当？自然不，自然不。你还做了什么？谢怀义这些日子隔三差五便会在侯府用膳，我刚入府时在厨房做几日饭菜，谢怀义爱喝厨娘炖的汤，我求准了，下了超量的绝色药，他今生今世都别想有后了。走吧，回去给义母请安。谢怀义和崔芷成亲那日，侯爷派人传话让锦宁回去参加喜宴修复关系，我没去。那些热闹是他们的，与我无关。倒是第二天，消息就传了过来，洞房花烛夜，永安侯府半夜叫了大夫，动静不小。崔芷第二天一早就红了眼皮回了娘家，隐约有风声漏出来，说是谢怀燕不行了。这话传得半真半假，无人敢去印证。可蒋玉不管这些，他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。不出3日，京城上下都在议论永安侯世子不行的事，茶楼酒肆里说书的都编出了好几个版本，添油加醋，活灵活现。你会什么？谢怀义用了许多法子，请了许多名医，可还是不行。你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能行，为什么和我在一起就不行？你爱的人到底是谁？你心里装的分明是他，不是我。不可能。那我们就和离，我不想再做你的替身了。永安侯府彻底成了京城的笑话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，说世子妃偷人，世子打人，两个人闹得鸡飞狗跳，整个侯府不得安宁。我听着这些消息，心底多少有些畅快。中了中了！你的那个魏长青状元！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
魏长青的才学竟好到这般地步，心里替他高兴，却又隐隐有些发沉。他是状元了，前途无量，皇上必定要赐婚。那些王公贵族家的女儿，哪一个不比我有体面？可有婚配？臣已有心仪之人，恳请陛下赐婚。臣想求娶的是国公侯府的二小姐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谢陛下。魏长青这人有种，在皇上面前都敢这么说话。三皇子见谢怀业家宅不宁，办差屡屡处错，果断舍弃了他。墙倒众人推，昔日围着他转的人一个个散了。永安侯府门庭渐渐冷落，永安侯和夫人对崔植也颇有怨言。陆景宁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只对你可以？为什么阿芷这么温柔善良的人会变得这么可怕，而你却从来没变过？是我错了，我被他蒙蔽了。景宁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不好。谢怀义，我也变了。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，但又觉得太便宜你了，所以你好好活着好不好？痛苦的活下去，算是给我的孩子赎罪。孩子，我们曾有个孩子，他在哪儿？大了，替你这种人生孩子，你不配。从今以后，别来找我。陆锦宁！那日不知为何，两人又打了起来。夫人冲进去拉架，一个花瓶飞过来，正正砸在他脑袋上，当场倒下。伤了头，性命无碍，可脑子不清醒了。我的女儿呢？我的女儿被人都走走了，你们谁看见我的女儿了？还有啊！还有，休走！就让我走！崔芷这个女人害了我妻子，赶走了我的女儿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她。天道好轮回，一报还一报，真是大快人心。